北伊和談，世界變化非常的劇烈，一超多強的時代是永久結束，冷戰对抗的時代也永久結束。G7的法國峰會邀了一大堆中等強國，開了等於白開，沒有主軸了，呈現了舊秩序架構的瓦解。未來新的秩序已經逐步在浮現，更多的草根選民直接反映民意，影響到整個世界格局的變化。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英國工黨大敗這個事情，2026年5月啊，地方選舉遭遇了歷史性的慘敗。英格蘭136個地方議會，工黨流失了1500個地方議員席次，主要選民流失，反投綠黨，連綠黨都萎縮，這才是悲劇的地方。英國是一個很分裂的國家，蘇格蘭長期想跑，威爾士現在也有人想跑，太窮了，太早被英格蘭征服。最先征服整個不列顛群島是凱尔特人，後來又被來自大陸上的盎格魯撒克逊民族征服了。Anglo-Saxon 屬於日耳曼民族的其中一支。跟法蘭克啊、挪威啊、Vikings 啊、維京人，他們都是有同樣的族源，就是來自歐洲的西北歐的地區哦，主要就來自於這個德國北部平原這一帶啊。也是因為這樣複雜的歷史，所以英國一直有分裂傾向。工黨為了安撫，就在各地，比如在威爾士，我就成立威爾士工黨作為我的附屬黨；我在蘇格蘭成立蘇格蘭工黨，成為我的附屬黨。這樣的方式來安撫當地啊。可是問題就在改革黨不止大獲全勝，而且改革黨是個一體化政黨，全國統一旗幟，沒有什麼地方改革党，什麼威爾士地方改革黨，什麼蘇格蘭改革黨沒有，所以這次的輸是輸的透心涼啊！人家又是一體化，又衝了1400個旗次，工黨流失了1500個旗次，甚至在一些傳統的工黨鐵票區啊，比如說 Wakefield 還有 Lauderdale 豪爾德戴爾、威克菲爾德都取得地方議會的控制權。他除了普遍掌握旗次之外，他甚至有些地方他成為最多的席次，甚至有過半的席次在一些相對比較小的市鎮裡面。所以這個慘敗啊，導致了第一時英國首相斯凱爾上任不到2年，當年打敗保守黨的時候，他可是拿下了今天的大勝利，是把保守黨給幹死在地板上。保守黨原本的黨首叫蘇納克，蘇納克是個印度裔，被幹趴了，就連同蘇納克就請辭了。那一次大敗敗到什麼程度呢？蘇納克前面的保守黨黨首生菜首相特拉斯竟然輸掉了他自己的一席的選舉，成為英國有史以来第一個首相卸任之後，結果在國會議員連任當中無法連任成功的國會議員，是輸到這種程度，就僅不到2年，英國在地方上徹底的崩盤了。但是在這個事情之後呢，斯凱爾啊堅持不下，他還跑去參加了 G7。但是問題就在於說啊，他有太多的醜聞了。比如說呢，前英國駐美大使叫做 Peter Mandelson， 曼德爾森呢跟知名的愛潑斯坦啊 Jeffrey Epstein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兩個經常在通信，甚至有好幾次曼德爾森把英國內部的機密先 pass 給了愛潑斯坦，非常誇張。個人享受愛潑斯坦的各種招待，他不下台說啊，不是我失敗了，因為我們的主要對手保守黨輸得更慘。在這一波血洗當中啊，因為改革黨 Reform 他所主打的是極右翼，所以跟改革黨屬性更近的英國保守右派保守黨輸得一個更透心涼。所以在這場腥風血雨中，工黨一部分選票其實是流向了綠黨，大量流向改革黨，但是相对來說它的屬性還是没有跟改革黨那麼接近，而更接近的保守黨輸得更慘。所以斯塔默說保守黨輸得更慘啊，所以我們不算輸。但問題是選民已經完全受不了他了，覺得說你他媽這麼低，地方大選就輸成這個樣子。而且啊，英國有個特色，只要20%的國會議員發起衝擊，就會導致內閣要改組。在英國啊，串聯20%的國會議員並不難嘛，那你很可能就被打垮了。基於這一點哦，斯塔默也知道啊，再留啊，此處不留爺啊，終於啊頂不住之後呢，決定在6月22來辭去英國工黨黨魁職務，一直頂到工黨接下來內部要大選。那因為英國是內閣制國家，內閣制國家的特色，黨首就會成為當然的首相。斯塔默不到2年垮了。当年怎麼崛起？他做檢察官的時候，以打擊對未成年少女的性剝削作為他非常知名的，而且呢，他大小老虎都抓。在這一波之下，斯塔默啊就黯然下台。當然，挑戰他的 Andy Burnham 伯南，他是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長。曼彻斯特在整個英國裡面的影響力大概就僅次於倫敦。曼徹斯特因為在北方被稱為北方之王或北境之王。本來當國會議員，他覺得當這個國會議員沒什麼意思，是曾經就
挑戰過黨首，他就不挑戰了，索性國會議員也不做了，他就跑去選曼徹斯特的市長。當選之後政績斐然，至少有一件事他做得很成功。英國在 Margaret Thatcher 瑪格麗特柴契爾鐵娘子的執政的大搞公營部門私有化，英國徹底原本國家所擁有的東西都給瓦解了，包含各地市政府，他們透過把公車系統賣出去，把下水道系統賣出去，把自來水系統賣出去，把電力系統賣出去，啥都能賣，包括公車都能賣，一樣賣出去，導致票價貴、路線少，非常淒慘的公共服務品質嚴重下滑的程度。當年賣的時候是備受稱讚，因為這個說起來解決了財政問題，因為這樣大賣特賣，還收割了大企業的錢，非常的誇張。那因此英國人員對於整個公共事業抱怨，伯南呢他說，如果只當国會議員，他就會跟第一線脫離，所以他要去當市长，他真的去當市長，他就幹一件大事。曼徹斯特因為堵車非常嚴重，所以推行公共網絡，把所有的公車收回來，漆成黃黑配色，政府用各種槓桿，反正各種方式就把整個曼徹斯特的主要公车路線全部收回市政府所有，大幅的改善了公共交通，并且呢也改善了整個空污問題，因為汽車怠速到處排廢氣，整個收回之後，那曼徹斯特擁有全英國最棒的公車系統，所以他現在氣勢洶洶的殺回來，準備擔任英國的下一屆首相啊，大概就是他了啊 ，Andy Burnham。公車系統收回之外，也沒有在財政上面過度的擴張，所以這一點還是相當值得的。重點是公車的效率，還有整個系統煥然一新，東西叫密封網絡，這個就是斯坦莫辭職。入選有什麼用呢？這主要代表了一件事情，第一個，英國依然是世界上第5大經濟體，那所以作為世界第5大經濟實，斯坦莫的辭職，其實在背後所代表整個英國長期執政的不穩定，因為英國的衰敗，選民只能透過不斷的換首相來緩解對於英國衰敗的不滿。衰敗是全面性，不僅在制度層次，在人心層次，在社會層次，在醫療層次各個方面。這也是為什麼北境之王伯南能夠氣勢洶洶的殺回來，即便他在大曼徹斯特最主要政績就是重構整個公車網絡，變成所謂的密封網絡，而大獲知名度。即便只是做了這件事，比較接地氣，而且願意為了人民做一些權利上的退讓，比如說他不堅持在國會裡面，就因為他做了這些事情，所以老百姓願意相信他。英國正走向一個巨變的時代，到目前為止下滑，它只是滑得比人家慢，因為底子厚。畢竟當年是日不落帝國，可是英國的全球影響力更加的衰退，因為你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人，你在國際上你根本沒有辦法強而有力的立足。英國現行體制源於2大規章，一個叫做大憲章，一個叫做權利法案。整個英國就定型了我們所追捧民主制度的源頭，叫做英國皇帝您且聽我們議會人民的領導。權利法案就是清教徒革命誕生於17世紀，工業革命在18世紀末，清教徒革命在1689。英國的制度所代表的實體就是它這套制度經過了幾番的調整，雖然讓它在19世紀的時候透過把維多利亞高舉高打來凝結人心，讓不管是平民或者是貴族，大家有共同象徵整合了英國老百姓的意志，讓英國維持強盛不墜。但是實際上領導權都控在了精英階級的手上。民主制度當時操作的背景，透過資本的優勢，透過知識的優勢，透過階級的優勢，在這過程當中透過小施小惠的方式換取平民的服從跟支持，虛化皇室虛化王室的權力的方式來對平民說你是有權利的。但事實上王室沒權利跟平民有權利是可以畫上721的等號的。現在很多人在挑戰一個問題，民主制度誕生於工業革命前現代化時代，工業革命之後它確實經歷了一段的輝煌，可是現在是資訊化時代，已經隔了3個時代了，它還能夠繼續的適應嗎？這是大家問號。斯坦莫的辭職只是再次的驗證了一個道理，當前全球化只剩下中美兩強的時代呢，英國作為退化中的老牌强權，它依然找不到全球定位。是斯坦莫什麼是海峽當中是不跟美國的，但是不跟了又怎麼樣呢？大家好，這裡是歷史哥李修，歷史哥7周年台慶見面會在7月4號禮拜六下午5點45入場，晚上8點半開始，1年1度就等你來相見。我們這一次特別要送給前100位報名的同學7周年限定版飲料紀念背帶，只要刷我們的官方 Line@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微信。如果相關資訊你找不到，也可以到歷史哥的臉書或各大社群找到報名方案。7周年台慶見面會就等你來了。全球能源危機持續加深哦，因為霍姆茲海峽的通行受阻，就是美伊戰爭嘛。20%的石油，大量的 LNG 堵在了波斯灣。這個堵是有限度，沙特阿拉伯它有東西大油管，一次可以處理700萬桶的原油。說的油其實並沒有說真正的終端。另外，沙特阿拉伯、阿聯酋也可以輸送一定程度的懷
緩解，因為缺口一天是2000萬，受害最深的是亞洲啊，尤其亞洲中的日本、日韓台還有菲律賓，其實都是压力比較大的。說中國大陸缺不缺油呢？缺，但也不缺。中國大陸是因為本來就有自己生產，另外中國有美轉油技術，成本在85塊美元左右，只要油價超過90塊，美轉油技術就有基本的獲利，所以採購體量超級無敵大，我一次可以採購超多。所以在這個階段的話，只要油價低於85塊，大陸可以放手到世界各地去搶油，主要還是搶中東油啊，是因為中東油有幾個特質：第一，量大管飽，全世界上最能增產的地方，它現在最主要是貨運海峽運不出去；第二，採購成本極為低廉。第三，油品相對穩定，中質原油含硫量偏高，採購低廉，造就了價格可塑性非常的高，多的都是賺，高低都可分，反正大家來搶。所以中東原油成為世界原油期貨當中最為重要的一環。虽然定標價有些西德州原油、北海布蘭特原油，但其實呢，中東原油本身是很有意思。大陸現在市場沒那麼缺元了哈。你看日本之前甚至出現洋芋片品牌要把它換成黑白塗裝，做了一個試印。當時呢，日本網民就發現一個事情說，原來顏色影響食慾如此劇烈，洋芋片就得是黃色，如果是黑白色的真買不下去，而且會造成社會上的恐慌。為了彌補這個恐慌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成為搞事早苗，他下令沒有缺，絕對沒有缺，不可能。因為啊，印這個彩印也是一種原料，有機原料，它也是油，石油從採出來到應用當中的材料叫做石腦油。石腦油本身其實就是把碳鏈裁切的恰當適中，可以来做各種原材料供應。日本本來是能夠大量生產，但是呢，因為安倍時代非常瘋狂的一個政策，他們認為啊，日本要煉油，那就要窮極一切去煉油。至於在市場上唾手可得的石腦油呢，就沒那麼重要。你知道石腦油可以做乙烯啊、丙烯啊，各種聚合材料、各種油料啊，所以其實石腦油很重要。世界上最大的石腦油生產國在 China， 并只是能源休克，你事實上是原材料休克。日本最近非常的倒霉，那日本不去美國買就好了嗎？阿拉斯加大量的石油可以直接直送日本，難道不好嗎？美國的油多數是頁岩油，頁岩油是輕質低含硫的油，這種油品相對來說不重視分流，油出來是要分流的，依照它的碳鏈去分流，更重視聚合。問題日本的煉油企業主要就是煉中東的石油，因為90%以上是從中東進口的，所以現在非常的尷尬，那些油來了它也用不了，頂多只有部分日本的煉油企業，因為他們的設備是比較新開發的，比較新設立，這些設備相對有比較高的容許值，所以呢，最高到15%美國原油來進行煉化。但是出現一個問題啊，即便要摻這些油，它要購買大量的混合劑，也是一些碳氫化合物，它作為一個中介值。日本現在是一根筋兩頭堵，它現在竟要硬挺說沒缺，另外一方面呢，它卻買了美國的話，它還是要用這些中介產品。人工智能裡面呢，有一個重點，是電力極度渴求。電力啊，石化燃料燒出來的火電，透過水庫等等的水電，透過風力的風電，透過太陽的光電，還有地熱能的地熱電，差不多就這幾種了。霍姆茲海峽封鎖全世界最多石油跟天然氣的地方，所以因為這些電要蓋電廠，它需要花大量的時間。火電廠，電廠最快半年內就可以搞定，機組成熟，國際市場儲料充分，它可以隨時開燒。現在又缺石油，那所以這就形成死亡鏈路，仗越打石油跟氣越少，那電價就要繼續漲，電價繼續漲，老百姓就抓狂，物價就繼續漲，導致 AI 應用層面呢出現各種障礙，所以電力的瓶頸成為全球製造 AI 設備的，包含台灣、韓國、日本痛點。能源危機最嚴重的還是對於南方國家打擊，不過這裡有一個痛點，南方國家主要是對民生造來不便，但是南方國家很多地方根本沒有相應的工廠，而有能力的那些大企業的工廠，他們自己就能發電，对南方國家是有打擊，但主要老百姓生活痛苦，電網本來就不健全，但整體來講沒有那麼嚴重，反而對先進國家天天要用電的，他們就非常痛苦。在重塑全球的產業布局，誰能夠掌握能源的自主權，誰就能夠意義上掌握自己的工業的主體。法國總統馬克龍想要強勢的展現自己能夠主導全局的樣子，這時隔30年再次在法國艾維昂來舉辦。你可以看到馬克龍很爽，小表情很多。什麼是 G7 of 7？ 7國集團在第一次石油危機的時候，由美國財政部長喬治舒爾茨邀請當時的西德、法國、英國的財經首腦在白宮圖書館正式舉行非正式對策會議。最早的 G7 的由來，美國、西德、法國、英國、日本稱為5國集團。最先開始當然是4國，是美、德、法、英。G7 其實就是以西方白人為主的。那1970年代日本正當強勢的時候，所以把日本給拉進來，所以就稱為 G5。所以它從 G4 到 G5， 後來啊，意大利也加了進來，所以變成 G6。然後最後呢，美國又邀了加拿大變 G7。在1976年的時候就正式定型啊 G7 第一次7大
工業國組織會議，歷史悠久啊。今年剛好是 G7 屆滿30年，當年叫 G7啊，我認為它要影射 Great 大國之一啊，就列強的意思。1945年之後啊，全球的反帝反殖風潮到了1960年代呢，進入一個高潮時期，非洲50幾個國家幾乎全部都獨立了。到了1970年代，還有很多國家在獨立，打破既有的殖民地奴役結構，陸續的被推翻。所以在1970年代成立的 G7，如果還叫 Great， 在那個年代是大逆不道的狀況。那個時代的反帝反殖，那麼你們這些帝國國家又回來了。G7 還有一個功能，除了處理經濟問題之外，就是架構一個平台，作為國際地緣政治問題的處理。那個時代叫做蘇攻美守的時代，反共的時代。過了這些，他想邀請大陸的國家領導人加入這個 G7，本身就很荒謬。你沒有先排除這個組織本身的惡意，你想加人家加入，但是他邀請這件事情本身很有歷史意義。俄羅斯的失敗啊，中國不可能加入 G7 啦。俄羅斯一度加入叫 G8 嘛，然後到了2014年又把俄羅斯踢出去。最簡單的先決條件就是你把俄羅斯邀回來，直接變 G9。既然你都變 G9 了，那你為什麼不直接 G20 呢？所以中國大陸非常積極參與 G20，即便在邁阿密辦哦，到時候大陸國家領導人也會去。可是 G7 就完全不想去，因為 G7 是個很偏狹的組織，邀了一大堆 Middle Powers 或者是區域強權。中等強權這個詞是誰提出來的？是加拿大。你又邀了一大堆中等強權，那你邀來的人都快要比你自己的人還要多了，那是干嘛呢？他證明了一件事情，法國當局根本已經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列強，這場完全就看 Trump 在那邊表演。第二， G7 加入了大量的區域強權，實質上 G7 已經被徹底的冲淡，重要性甚至不弱 G20。第三，首次想要直接邀中國加入 G7， 作為一個反共起家、壓制戰略對手的組織，出現了功能性障礙。而且 Trump 現在直接跑去北京跟人家談，實質上 G7 所存在的意義就更加的邊緣化，所以 G7 現在变成一張遮羞布。第四，世界的變化、強烈的衝擊的过去西方民主同盟所謂共同價值觀這些的說法已經完全不復存在。因為你要埃及就不是要講民主嘛，埃及總統塞西他們是軍頭啊，他根本就跟民主沾不上邊，並沒有共同的價值，有沒有核心主訴，主辦人本身實力又不夠。法國現在在非洲拉了一屁啊，又淪為凡爾賽簽約的遮羞布。所以 G7 這一屆它已經喪失歷史意義了。大家好，這裡是歷史哥李修，歷史哥7週年台慶見面會在7月4號禮拜六下午5點45入場，晚上8點半開始，一年一度就等你來相見。我們這一次特別要送給前100位報名的同學7週年限定版飲料紀念背帶，只要刷我們的官方 LINE@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微信。如果相關資訊你找不到，也可以到歷史哥的臉書或各大社群找到報名方案。7週年台慶見面會就等你來了。再來是俄烏戰爭打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第一個，它已經超過了一戰的強度，最近兩邊呢對彼此的攻擊，俄烏戰爭遲遲沒有辦法打出一籃來，所以兩邊都不斷在加碼。不然怎麼還打得下去？因為歐洲人帶了很多錢給他，至少600歐元哦。2022年2月24號爆發的，6月中旬的時候，正是在第1569天超越了一戰的長度。一戰是從1914年的7月28號打到1918年的11月11號，總共歷時1568天。一戰到後期是看得出來，一戰準備打停。那俄烏戰爭到目前為止完全沒有要停下來的。第一個，俄烏戰爭刷新了很多東西。一開始是想打閃擊戰，俄羅斯是把部隊空降在烏克蘭首都基輔的機場嘛，結果安225世界上最大的運輸機也因此被烏軍給炸毀了。俄烏戰爭有幾個意涵，第一個，突襲失敗，真的很像一戰時期啊，戰線推得極其緩慢，大量的人血人命在前線絞殺，兩邊的戰損比，烏克蘭至少戰損了100萬人起跳，俄羅斯也是至少戰損了上百萬人起跳。這些青壯勞力呢，雖然從遠東調過來，雖然他們在遠東的原家鄉，很多人確實是所謂的多餘勞動力，因為在那個地方，因為蘇聯的瓦解，所以俄羅斯很多的可能是能源採取設施，可能是軍工設施等等，它確實因為這樣，所以它退化，所以這些勞動力本來是沒有用，但問題就是這樣的勞動力還是相對有限。你抽調過來之後，遠東就更顯得稀疏了。俄羅斯本來就有個最大的問題，1700萬平方公里，但它只有1.4億的人口，每平方公里人數少得不得了，國土這麼大，應用本來就很困難。俄羅斯現在的人力物價居高不下，沒有辦法有替代性跟補充性。那烏克蘭就更慘，打不贏，但也退不出，前線變化真的是不大，所以兩邊只能繼續撐的。烏克蘭人力確實是萎縮了，照體量來說，烏克蘭是一定要認輸，但是烏克蘭靠的無人機制造便宜，場景隨意，零配件採購方便，唯一
需要的是錢，裝配呢不需要什麼重人力的，兩邊變成在耗錢之戰，既耗人命也耗錢，是一場沒人要認輸的戰爭。歐洲也不會認輸，俄國也不認輸，一己之力跟整個歐洲打，但整個歐洲又不願全部下場，所以只給錢給烏克蘭，兩邊就大量消耗無人機，其中差一點點要和談，因為美伊在和談。當時美伊戰爭已經進入的婉轉期的時候，其實俄烏戰爭相對停滯的，大家都在看風向。結果美伊戰爭是以美國失敗告終。美國失敗之後，本來大家主觀期待是會不會歐洲也認了，但是歐洲不認，所以歐洲就全力又槓上了俄國，所以這就形成溫差。波斯灣，伊朗取得了絕對優勢，可是在美國本土認為伊朗有強大到可以讓美國簽戰敗條約，不管是 Mike Pence 或者是奧巴馬都夾擊川普嘛。那同一時間，俄烏之戰也出現這個問題啊，在戰場的前線，烏克蘭已經是打到沒有人了，可是問題就在於在後方的歐洲不認為他們會在烏克蘭前線輸給俄羅斯，而且歐洲對於鋼鐵紅潮總認為烏克蘭一旦崩解，下一個是波蘭，波蘭再崩解，歐洲要完蛋。所以過去歐洲非常不願意給波蘭太多的支持，而且波蘭現在這個政權，他的總統跟總理其實是不同派，但不管怎麼樣，他們基本上帶有很強的那種保守性，即便是左，結果他們史无前例的去征服波蘭，撥了1兆多台幣的錢給波蘭做貸款，低息或無息貸款給波蘭去擴軍，波蘭的軍費已經加到 GDP 的 5% 了。所以其實你從一個地緣前線的時候，你是可以看出這件事情的一個驚人性的。從波蘭到烏克蘭其實可以拉出一條線，波蘭烏克蘭它其實就是一個抵禦的前線，波羅的海三小國像一錐子一樣插進了歐洲的前線，所以波蘭得到了這樣的狀況，持續擴軍非常誇張啊！其實是歷史的因素、政治的極致、地緣政治上的拉扯所綜合造成。如果這個地方有更強大的力量介入，這個地方會很快一錘定音。其實俄烏前線打不下來，正顯示着中國根本沒介入這場戰爭。所以耿爽啊，大陸駐聯合國的大使才講了一句話：如果中國介入啊，那絕對不是這樣。此前的會議上，我已經多次回應過美方的謬論。今天我可以說得更直白一些。第一，如果中國真的向俄羅斯提供軍事補給，那戰場的局勢早就不是今天這個樣子。第二，如果真的中國向俄羅斯提供了政治掩護，我們就不會在公開場合反复強調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都應該得到尊重，應該遵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第三，如果中國真的不希望戰爭早日結束，我們就不會派遣特別代表多次開展穿梭外交，也不會同全球南方國家一道發起成立烏克蘭危機和平之友小組。中方在聯合國懟了美方的代表，其實這事情其實挺荒謬。俄烏之戰之所以打不出個所以然，當然第一個科技改變嘛，基地改變，還有雙方是勢均力敵。講拜登時代一度加大援助的時候，俄羅斯是差點頂不住，哈爾科夫大撤退，但俄國確實頂住了，美國就撤手了，然後美國就把注意力轉到其他地方，那更別說他們的作為。所以在這個區域缺乏更大的力量介入之下，現在這個區域就是打不出個所以然來。當然俄方還是有找到中方的一些 support， 但這個 support 不是直接投到俄烏前線，俄方用開放遠東地區中國認為的外東北來換取更深度的經濟的結盟，而且還開展中俄教育年，超級重要。透過社會民間的深化，使得俄國得到一定程度的充能，但這個充能並不是中方單方面給俄方充能，而是來自於說中方跟俄方在經濟的更開放的狀況之下，讓俄方有更多的餘裕。這個貿易本身俄方是受到很大的征服的嘛，有更多的餘裕能夠來抵抗來自西方的資源，而烏方呢則是來自了歐盟大量的支持，所以現在兩邊就完全相持，而美方基本上已經抽手，這就是一個非常尷尬的一個狀況。雙方無人機徵收之後呢，兩邊先無人機各種炸，炸完兩邊的炮兵再炸，再不夠卡秋莎拿去炸，重要的節點呢，拿超高音速飛彈、重型炸彈 FAB 3000、FAB 1500去炸， FAB 500去炸，炸完之後士兵突擊小队再騎電動越野車，經過這幾道程序打完之後，基本得把攻勢全部炸了，才有辦法把人給逼出去。俄羅斯沒力量打敗歐洲，歐洲也沒力量打敗俄羅斯，兩邊就這樣僵着。全球地緣政治在今年絕對是非常動盪，因為歐洲停不下來，它就依然在擴散。因為俄烏雙方又是全球糧食大戶、全球化肥原材料大戶、全球石油大戶、天然氣大戶，各種大戶。雖然俄羅斯因為國土啊非常的長、非常的巨大，可以透過其他口岸來緩解這個狀況，但是糧食確實很多從黑海出的，這也導致你全球缺糧啊，全球的劣化，整個非洲大地上這種戰爭的烈度還有戰爭的廣度都在上升。
大家好，這裡是歷史哥李修，歷史哥7週年台慶見面會在7月4號禮拜六下午5點45入場，晚上8點半開始，一年一度就等你來相見。我們這一次特別要送給前100位報名的同學7週年限定版飲料紀念背帶，只要刷我們的官方 LINE@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微信。如果相關資訊你找不到，也可以到歷史哥的臉書或各大社群找到報名方案。7週年台慶見面會就等你來了。這個FIFA 確實在如此動盪當下呢，它提供了一個非常巨大的平台，而且隨着全球轉播，它的普遍性、普遍化，它不用再看隔天的報紙，它不用再看錄播的電視，不用再靠 DVD， 靠手機跟衛星可以傳到全世界任何地方。所以世界杯啊的開踢啊，其實它具體呈現幾個點。第一個，人類的全球化是相當成功的。資訊的傳播是非常及時的，全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人都可以很快速的獲得來自世界杯的資讯，哪怕沒有買影像代理權，也可以很快獲得文字訊息，而且主要語言幾乎都可以按右键一鍵翻譯，你可以很快知道世界杯的各種消息、各種片段，而且大家各種剪片嘛，各種丟網上，所以 FIFA 是驗證世界杯是不是真的全球化的产物，絕對是一個全球化的典型代表。再來48強，你會發現除了實力落差比較大之外，大多數的球隊即便面對強隊，他依然有一戰的本錢，人數多的跟人數少，你看巴西這麼強的隊伍，法國這麼強的隊伍，挪威人數這麼少，可以組織一支很強大的隊伍，他隨便大家都能夠湊出20個，維德角這最慘，佛得角就維德角在西非的外海都能夠湊出一支什麼？現在全世界最夯的佛得角門將，有10個火山島嶼所組成，有9個有住人，居住條件不會說是太好，但也還可以，50萬人口而已，在古代還是沒有人居住的，他純粹是因為葡萄牙人來到這裡之後，發現這裡是站在什麼航道的中樞，為什麼？因為從葡萄牙出來到了維德角，再到巴西。剛好距離中等，另外再繞到安哥拉，安哥拉是葡萄牙在西南非洲殖民地，剛好也是一個相對比較等距的一個狀況，所以呢，維德角就這樣子發展起來，它就是一個中轉站。本地人主要是以黑人血統為主，混合部分的白人、葡萄牙人的混血後代所形成人口，它竟然可以踢進世界杯32強，靠着防守戰，每一戰都可以打成平手，靠這樣靠拿積分，它依然打進32強。所以我說世界杯給我們一個啟示跟啟發啦。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大家的差距還真的因為全球工業產製品跟資訊傳遞的廉價化、數字化而顯得世界沒有像以前差距這麼大。就回到前面所談 G7， 它的一大排根本就不是 G7 的國家，埃及都加進來，肯亞都能加進來，也呼應了全球地緣政治的一個變化。就世界已經沒有過去如此巨大的溫差，它的溫差正在逐步的弭平當中。就像商總是要爭的嘛，商爭的過程就是均質化的過程。當然，這個均質化距離真正均質化還是非常非常遙遠，所以世界杯的開踢是有這樣的道理。再來，它讓全球都找到一個共同的語言。足球規則很簡單嘛，基本上你只要知道幾個點嘛，映射全球的不太平，就足球的昌盛映射的現實的苦難，大家透過足球來逃避現實，這是實在話。所以人家說叫國運平衡器嘛，現實過得很爽，誰去看足球？但是歐洲人本來就瘋足球，而且足球容易學啊。其實你可以從一個核心的概念去貫穿全程。其實美伊和談所呈現出來的世界變化非常的劇烈，全世界的能力值發展的差異沒有過去想象的如此巨大，只是它一直沒有被得到驗證。因此，長期全球化所帶來的結果，全球化雖被打破，但它也不會再被打破。全球化所產生的一個普世現象，就是工業產製品、軍工產製品，還有科技的發展所帶來的這些東西的廉價化。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美伊和談其實它本質反映的是一超多強的時代是永久結束，那個冷戰對抗的時代也永久結束了。雖然很多幽靈依然在鬥爭這件事情，老百姓的聲音更容易透過新媒體的傳播被得到回響。世界杯如此，而且更加的均質化，全世界的資訊的流通更加的均質化。川普的出現亦如此，斯坦莫的大敗亦如此。這第一點，工業化、全球化、科技發展在全世界得到了更均勻的發展。所以 G7 的法國峰會邀了一大堆中等強國 ，FIFA 的世界杯開踢，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國家他媽有夠屌，最厲害就是維德角，50萬人口，靠了一個門將把大家搞得七葷八素的，這就是 FIFA 世界杯所代表的意涵。在同一時間 ，FIFA 的盛會啊，這是有史以來最興盛的一次 FIFA， 因為它48強，如此盛典之下，世界更顯不太平。因為世界不太平，大家需要心靈上的寄托，所以大家看足球的時候更加的忘我。這是如此循環往，各種區域戰爭依然無法結束。俄烏戰爭的劣化也呈現出工業均質化所產生的沒有誰比誰明顯壓過一頭，只要錢打得夠，資源繼續，它是沒辦法停下來。都打超過一戰長度，死傷幾百萬人，到現在沒有個頭，沒有個結。美伊和談的背後也呈現了跟俄烏戰爭劣化有很大的聯動關係，因為美伊遲遲沒辦法定錨，自然而然俄烏戰爭也沒有辦法形成一個相應的結果。GG 峰會也是開了等於白開，但是 GG 峰會反而沒有主軸了。沒
有主數了。到底7大工業國是什麼？沒人知道了。你到底對抗的目標是什麼？你想對抗中國嗎？你想反共嗎？問題是你還要中國來啊，中國只是不來而已。那 G20 跟 G7 誰重要呢？就最後 G7 淪為一場秀，這也呈現了舊秩序架構的瓦解。但這場秀又被拿來漁翁利用，就是川普跑到 G7 峰會裡面簽凡爾賽，在凡爾賽簽約。另外，資源消耗的背後，全球能源危機持續在加深，各國應對能源危機的能力也凸顯出不同國家治理、不同體系的優劣，也在此處逐步的加深。更顯得在未來世界裡面，它的一些方向跟一些秩序，其實在今年的6月已經可以初步看見一些端倪。G2 也不會是個穩態，此消彼長還在持續的加強當中。但是 G2 之間應該是不會爆發戰爭，所以未來新的秩序已經逐步在浮現，只是要它到完全的定錨跟完全的確認的一個更長時間的醞釀，已經非常快了。5月啊，北京華府領導人才見面啊，現在也不過才6月底而已。這種事情以前是要以半年、1年甚至3年在計算的，而現在我們甚至都是用到幾個月、幾十天、幾個週就在計算，那個都不是過去能夠想象。那這依然也代表了數位資訊傳遞的更加迅速，所以 FIFA 世界杯為什麼更熱了，也是呈現這樣的現象。所以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具體的看到整個世界變化的樣態，工業化的普及，資訊的流通的快速，世界高低差發展高低差的拉平，舊框架秩序的瓦解，全球地缘政治的不平靜，新秩序正在醞釀產生，更多的草根選民直接反映民意，影響到整個世界格局的變化，精英政治的備受挑戰，都在整個6月的全球大事盤點裡面，在每個事件當中交錯的呈現了出來。這就是我今天給大家的全球大事盤點。